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翻嚟 EY 學堂。上兩集咧，我哋講咗香港嘅貨櫃吞吐量同埋咧出口貨值。咁但係有網友話咁船運少咗啫，可能去晒空運咧咁樣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嚟睇下香港嘅空運貨量嘅情況噶。咁今日咧順便用呢一個課題咧去討論有關 prediction 預測已過去嘅未來。係啦，今日嘅題目係香港經濟預測已過去的未來2023年空運貨量嘅世界排名啊！呢個概念咧係幾特別噶，因為咧通常做預測咧都係預測未來啊嘛，就唔會預測過去噶。咁但係咧現代社會咧就出現呢一種咧預測已經過去嘅未來啊！咁今日咧同大家咧用呢個2023年嘅空運貨量咧去討論 prediction 嘅。事緣咧就我哋上兩集咧有分析過啦，香港嘅貨櫃吞吐量啦，亦都有咧討論有關出口貨值嘅變化噶。咁前者因為數貨櫃數量啊嘛，可能大家會話貨櫃數量少咗啫，裏邊啲貨貴咗啊嘛，仲好啦係嘛？運少幾次，但係咧個價值高咁樣，咁所以又去睇下出口貨值啦咁樣。咁但係另一種可能咧就係話可能海運船運減少啫，可能去晒空運咧咁係嘛？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我哋就嚟睇下咧香港機場嘅空運貨量嘅統計啊。咁當然啦，貨值用港元計啊，但係咧空運咧好多時咧就係用重量嚟計嘅，所以三個統計咧單位都唔一樣嘅，三者咧就唔能夠咧就咁加減咧得出究竟咧係多咗定話少咗噶。咁呢個都係一般常見統計上高嘅問題啦，都係就翻嗰個行業嘅方便咧，或者一啲特殊嘅原因所以咧喺統計上高咧就唔一定用相同嘅單位噶。咁所以我哋上兩集就講到咧貨櫃數量咧就持續下跌啦，但係出口貨值咧係2021年大升，跟住2022年咧大回落，咁而家2023年就大約回到疫前水平啦。咁空運貨量咧究竟又點咧咁？首先咧就空運貨量嘅數據咧滯後好嚴重啊，尤其是咧講世界排名咧一年做一次嘅啫。咁就而家咧就最新咧只係公布到2022年嘅國際機場嘅空運貨量嘅比較嘅啫。咁香港咧喺2022年咧就繼續蟬聯咧係世界最高空運貨量嘅機場嚟噶。因為呢個表咧大家睇到啦，咁呢個係2023年4月公布嘅，根據 Air Cargo News 嘅數據噶。咁所以咧呢個2022年同2021年咧香港咧都係咧世界排名第一噶。但係咧嗰個總貨量咧就有一個大幅嘅下跌跌咗16.5%，但係都仍然高過第二名少少因為第二名嘅都有回落。大家呢度睇到咧就係美國嘅曼菲斯Memphis 嘅機場佢亦都咧同期咧下跌9.8%，所以咧啱啱又高去少少咁嗰個機場空運貨量咧，大家睇到咧2021年咧就約莫係503萬公噸噶，咁就回落到2022年咧得翻420萬公噸都唔夠啊！咁呢度一跌咧跌咗咧16.5%噶，咁但係全世界都跌噶啦，同期咧頭10名嘅全部都下跌噶啦，咁上海更加跌21.7%噶，咁就香港咧算係跌得多啦都雙位數噶。咁但係都仍然能夠排到世界第一噶。咁至於你話佢2023年係點咁就要等到咧今年4月份咧先至會有世界排名嘅公布啦。咁但係咧即使未有世界排名嘅公布啫，但係我哋有咧2023年嘅本地空運貨量嘅數據噶嘛，大致上咧都可以睇到或者預測到咧2023年嘅空運貨量咧係升咗又跌咗噶啦。所以喺呢度咧我就介紹一下咩叫做預測已過去嘅未來咧咁樣咁喺腦神經醫學上高咧就有分 prediction 同埋 postdiction 嘅概念啦。咁prediction 大家明啦預測啦就只係利用一啲咧過去嘅信息就會預測未來啦。而postdiction咧
現時就冇好嘅中文翻譯嘅，咁我暫時叫做後預測先啦嚇。咁喺腦神經醫學上高咧，佢就係指話分析一啲信息咧，重新去解釋。咁我呢度咧借用呢個名詞咧，就去指出咧，就係因為統計數據咧出現嚴重嘅滯後啊，譬如空運貨量咁啊，而家最新咧只係出到2023年嘅第二季嘅啫，即係遲咗半年有多㗎。咁所以你話喂，而家去預測2023年全年嘅空運貨量咧，咁而家都2024年1月尾啦，所以咧其實咧做緊嘅係喺度預測已經過去咗嘅未來嚟㗎。咁所以我哋其實咧話就話係預測，只係因為個數據未出爐啫。實際上嗰件事咧係發生咗㗎啦。咁呢個咧，我喺2021年2月14號咧就寫咗一篇英文文啊，題目就叫 Post-Diction 啦。咁係一個預測已過去嘅未來嘅方法嚟㗎。個題目咧叫做 ANOVA Past Future Studies 咁用今次嗰個空運貨量做一個例子啊，咁我哋舉例就話2022年咧香港個空運貨量世界排名咧第一喎，咁統計處咧而家就只係公佈到咧2023年頭2季啊，咁就即係滯後超過半年啦。咁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喺而家2024年頭咧去預測翻2023年嘅香港空運貨量啦？咁未出晒喎個數據。咁其實咧要預測呢個已過去嘅未來咧，我哋就可能好難啦，因為我哋唔係直接做空運嘅工作啊嘛。但係其實香港得一個機場啫嘛，係嘛？咁全個機場都係由一間公司管理噶嘛。咁所以行內咧就可以通過佢哋嘅日常經驗咧，甚至乎咧根本一早已經有晒數據啦。現代嘅電子科技每一單全部都係即時更新嘅，基本上咧就應該係2024年嘅1月1號咧就已經可以掌握到2023年全年嘅數據啦。咁所以行內咧一早就應該知道咧2023年全年嘅空運貨量㗎，只係咧冇公佈或者未做統計咁解嘅啫。咁尤其是以空運貨量做例子就最清楚㗎啦，因為咧全港係得一個機場，得一間公司，咁數據咧基本上就唔使去揾㗎，咁全部都係咧即時更新㗎，又唔使等政府做統計㗎，咁只係咧等時機公佈嘅啫。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即係可以視為叫做內幕資料啦。咁所以個譬喻咧就係話咧 Post-Diction 咧喺現代嘅社會咧就係因為統計嘅數據出現時間嚴重滯後啊，所以有陣時你就會發覺點解有啲機構有啲人咧會比其他人早知道市場即將發生啲咩事情，或者即將公佈嘅數據咧係升定話跌咧咁樣。咁呢個正正咧就係現代社會數據滯後所帶嚟嘅內幕數據價值啊！嗱，當然啦，我冇內幕數據啦嚇，咁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現時網上已經有嘅數據啫，咁大家咧可以根據有嘅數據同埋你自身嘅經驗咧去推斷一下，究竟2023年全年嘅空運貨量咧究竟會係點咧咁？咁首先咧就頭2季空運貨量咧就出現破底㗎，俾個圖大家睇下先嚇。咁呢個空運貨量咧，大家見到2023年公佈呢2季啊，呢度咧都係咧可以話喺呢度10年裏邊咧出現一個最低嘅新低位㗎啦。咁第一季咧係出現呢個942.8啊，咁左軸咧係用1000公噸計算㗎，咁即係呢度943000公噸度啦。咁呢個咧係破咗上一次嘅疫情爆發時候嘅新低973000公噸㗎。咁雖然第2季有所回升，但係呢個季節性通常都係會有回升嘅，咁所以仍然咧睇到2023年頭2季咧都係低於晒咧前邊10年嘅同期㗎。咁呢度所以咧大家可以睇到咧，其實2021年咧又係有一次咧不尋常嘅突然大升啊！呢個同咧出口貨值咧我哋上集討論嘅情況咧好相似啊，飆到咧破晒紀錄嘅140萬公噸以上，咁所以2022年咧，即使回到正常咧，都出現一個大規模嘅下跌啦。咁加上咧，其實佢已經係低過疫前啊，譬如話2018啊、17啊，根本咧當時嘅高位咧係超過130萬公噸噶。
咁所以咧2022年咧可以話係一次空運貨量嘅大跌嘅。咁而2023年頭兩季咧係繼續回落㗎。正如嗰個排名所講啦嚇，2021同2022咧，2022年就比2021年咧跌咗16.5%啊。咁2023年頭兩季咧就約莫再比2022年咧跌多5%左右。咁究竟後邊嗰兩季係會點咧？咁大家咧不妨咧可以做下呢個預測已過去嘅未來㗎。咁大家如果話有冇多啲數據咧，咁可以再拆細咧，分成出口同入口嘅貨量啦。咁但係咧統計處咧就稱之為咧叫做卸下同埋裝上嘅空運貨量啦。大致上咧，我嘅理解就係話咧，如果你係裝上架飛機嘅空運貨量咧，就視為出口啦。咁呢個咧就係空運嘅主流嚟啦，就佔60%幾啦。而入口嘅貨量咧就係卸下啦，係嘛？飛機上高卸啲貨落嚟，咁我視為入口啦。喺呢幅圖咧就係紅色線咧就係裝上啦嘅空運貨量啦，藍色線咧就係卸下嘅空運貨量啦。咁大家睇到咧，裝上嘅空運貨咧係佔比高過卸下好多㗎，佔成60%幾㗎。咁而佢嘅圖形咧，亦都咧差唔多係反映翻咧整體空運貨量嘅形態啊。2021年一個大升，2022年開始回落。咁但係咧，如果淨係睇裝上嘅貨量咧，2023年第一季咧就並冇破底㗎。所以咧呢個破底咧，其實咧主因反而係嚟自咧卸下嘅空運貨量持續減少啊。呢條板回唔翻上去啊，繼續走落去，仲低過咧疫症爆發初期2020年嘅低位啦。咁呢度報一報數啦。2023年第一、二季嘅裝上同埋卸下嘅貨量咧，都係低於疫前㗎。2023年第二季嘅裝上貨量咧就係737.4啊嘛，咁即係737400公噸咯。卸下咧就係304800公噸，所以個形態咧其實同出口貨值係幾似㗎。2021年有一個異常嘅升幅。裝上嘅貨量咧突然急增咧，去到呢個高位948.8，即係948,800公噸啦。咁然之後就回落，但係咧回落咧仲低過疫前嘅水平㗎。至於卸下貨量咧，2023年第二季嘅卸下貨量咧就得返304800公噸，咁呢個比疫前第二季嘅322,200公噸咧仲要低㗎。咁如果睇按年變化咧，就容易睇好多啦，都係2021年咧就有一個大升啦，無論係裝上同埋卸下咧，都出現一次急升嘅，差唔多2成啦。咁隨後2022年咧就所以出現翻一次大跌啦，接近3成嘅跌幅㗎。咁但係一個分野咧就係咧，去到2023年咧，終於咧呢個裝上貨量咧係由負轉正啊！最新第二季咧變翻1.5% 嘅正增長啦，但係咧卸下咧就繼續向下出現一個雙位數負17.4% 嘅跌幅㗎。咁最後咧同大家討論一下咧關於預測已過去嘅未來啊。首先預測學嘅重要咧就應該大家都認同，即係無論我哋喺生活嘅環節啊、規劃未來啊、投資置業啊，全部都同預測未來咧有重要嘅關係啊。即係你今日帶唔帶遮啊，去唔去旅行啊，完全都同預測未來天氣咧有關係㗎。咁所以咧有時咧預測準唔準確咧，更加可以改寫人生㗎。咁所以要做出準確嘅預測咧，呢個應該咧都係人人都想要㗎。咁但係咧要預測得準確嘅困難度咧，就應該係眾所周知㗎啦。咁我亦都有一集咧介紹過咧，喺金融領域裏邊咧預測係尤其是難準確嘅，因為咧佢係一有預測出嚟咧，就會改變咗投資者嘅行為，咁嗰啲行為就會改變嗰個結果㗎。咁所以喺金融領域裏邊咧，就有一個叫做 EMH 嘅學說啊，叫做有效市場假說，即係話咧市場咧越難以準確預測咧，就表示個市場咧越高效率啊。咁呢個好有趣啊嘅 EMH 理論啦。
嗱，咁但係咧，佢哋都講緊嗰啲真預測啊，咁但係現代社會咧就出現咗一種咧，又唔係假預測嘅，只不過佢係預測已過去嘅未來啫，咁啊，咁喺呢一種預測已過去嘅未來 prediction 咧，佢嘅準確度咧係可以高好多，佢唔一定好似真預測咁困難喎，因為其實佢係預測緊一啲已經發生咗嘅事嘛。咁即係如果大家聽起嚟覺得好唔合邏輯啊，係嘛？嗰件事都發生咗啦，做咩預測啊？嗰件叫歷史啊嘛，唔應該叫預測啦。但係用今日呢一個空運貨量做一個例子，就係嗰件事都過咗啦，但係佢未公佈啊。有啲人知㗎啦，但係我哋未知啊嘛。咁我哋而家話去預測2023年嘅空運貨量咧，其實就唔係做緊真預測，其實我哋係做緊一個預測已過去嘅未來，只係等個數據出爐啫。咁喺經濟環節裏邊有好多好多類似嘅情況啊，包括咧樓價指數啊、GDP 啊、通貨膨脹啊，全部嘅數據咧都嚴重滯後噶。咁呢個就係因為現代社會嘅複雜程度咧，令到統計時間好長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有好多市場嘅參與者咧，咁可能咧就冇一個機構或者一個人咧會完全掌握到個數據，咁佢都仲可以話咧冇咁多內幕嘅資訊價值。但係當嗰個數據其實就係得一個機構或者一小撮人喺一個組織裏邊，佢哋一早就掌握啦。嗱，咁只係你遲咗公佈咧，咁嗰一班人咧，其實佢就已經咧係可以準確咁預測已過去嘅未來，喺公佈數據之前咧就做定一啲投資嘅決定都得㗎。咁現代嘅數據好多時滯後幾日到幾個月都好常見㗎。咁譬如以 GDP 公佈為例啊，咁即係起碼滯後一季到兩季咧，都係等閒嘅事啦。樓價指數咧就有滯後2個禮拜到2個月，都係叫做好嘅統計數據㗎啦。咁但係市場其實係受呢啲統計數據嘅公佈咧，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㗎。即係好多決定賣出定話買入，都係咧聽到呢啲數據之後所作出嘅反應嚟㗎。咁所以呢個 prediction 啊，後預測咧，或者預測已過去嘅未來咧，仍然係好有價值嘅，仍然係可以幫到好多喺市場上高嘅人咧做決策㗎。咁所以就出現咧內幕數據嘅價值啦。咁有陣時又唔一定係直接嗰個數據出爐㗎。譬如大家可能都聽過咧，李克強嘅經濟學咧，佢就係唔信嗰個 GDP 嘅增長數據，佢反而咧去睇同期嘅用電量。咁用電量嘅數據咧係可以早過 GDP 嘅數據公佈，又容易統計過 GDP 嘅數據公佈㗎。咁只要咧係用電量真係同 GDP 有高度嘅正相關嘅話咧，咁咧佢就可以透過用電量咧去提早預測 GDP 嘅增長啦。咁所以呢個你見到咧，其實呢種後預測學咧，係即使國家領導人咧都樂於採用啦。好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不妨可以咧用你嘅經驗咧去預測一下2023年嘅香港空運貨量㗎。好，今日嘅討論到呢度，拜拜。